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NG 的大杰。今天很高兴能够为大家介绍这把刚新出来的 VFC MP5A5 V2 版本。在玩家引颈期盼了这么多年之后 ，VFC 原厂终于推出了拥有3发点放的 MP5A5 版本。首先在外观表现部分，维持着 VFC 一贯的质感表现，加上有获得真枪厂授权制造，所以在枪身刻印上面也毫不马虎。这把 V2 版本与之前旧版的最大差异在于3个部分，分别是新版的3发点放火控，搭配 V2 新版枪机总成，以及新型的 HAP 调整方式。首先是 HAP 调整方式，只需将前护木拆下来，然后直接在枪管的根部这边有个旋转钮去做微调。第二个差异就是之前影片有介绍过的 V2 枪机总成，透过将气缸加大来增加这把枪的后坐力。最后是3发点放版本的火控总成。与旧版火控的差异在于，在击锤的右侧这些地方，增加了3发点放的零件机构。击锤本体上面也清楚地注明3发点放的字样。另外，在射击选择钮方面，也是3发点放专用的版本，与旧版的不相容。所以拥有旧版的玩家想要升级的话，必须购买整组的新版火控组总成。接着让我们来测试原厂的初速以及气化表现如何。由于弹夹内胆被外壳所包覆，所以待会我们测量温度的时候，会直接测量底部的内胆。原厂空弹夹重量是470.5公克。灌入井芯12公斤瓦斯，约10公克。使用 KSC 0.2公克 BB 弹来做测试。今天室内测试温度大约是29度。打之前弹夹的温度。接着来测试3发点放的效能。
我们从刚刚的测试可以观察到，原厂在初速表现就还不错，射击30颗 BB 弹也大约只耗损了2.5公克的瓦斯，可以说是异常的省气。但也因为如此，所以刚刚在射击的时候，对于后坐力的感觉并没有这么的强烈。所以我打算透过更换加大的弹夹出气阀，以及拔除原厂的线缩橡胶。现在已经更换好弹夹的出气阀，以及拔除线缩橡皮。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我们用相同条件来测试一下打之前弹夹的温度。一样来测试它的3发点放效能。在更换气阀以及拔除线缩橡胶之后，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把枪的后坐力变得更加的猛烈，初速方面也稍微有所提升。所以喜爱后坐力的玩家们不妨可以自己 DIY 动手看看。整体来说，这把 VFC MP5A5 V2 版本相较于旧版有非常大的进步，所以如果你像我一样对 MP5 家族情有独钟的话，这把 V2 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以上就是我的测试报告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